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职场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管理员工的方法千万，但是把 PUA 当作管理手段的老板，不仅仅是心眼坏，而且是歹毒。说实话，但凡积极阳光、内心富足的人，都不会使用 PUA 这种阴暗手段的，除了让自己人性扭曲、道德沦丧外，也得不到什么。《甄嬛传》中的皇后阴暗消极，最擅长搞 PUA， 被她 PUA 的员工主要有3位：安令荣、齐妃以及青樱。这3位员工的应对方式不同，结局也不同。下面胖妮就扒一扒剧中3段经典的职场 PUA 案例，看看这3位员工到底是怎么应对的。第一，皇后 vs 安令荣。安令荣可谓是剧中最早被皇后 PUA 的员工，在拉拢安令荣之前，他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先是收买他的贴身丫鬟宝娟，挑拨他和甄嬛之间的关系，接着安排宫中宴饮，安令荣轻歌慢声，总算是扬眉吐气了。相比做甄嬛的陪衬，安令荣更想要的是扬眉吐气以及独占恩宠的感觉。这点小心思甄嬛不会懂，但皇后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点。安令荣得宠后诚惶诚恐地去谢恩，把自己手里最好的蜀锦送给皇后，还说臣妾卑微，怎配拥有这么好的东西。真是皇后没 PUA 他倒是自己先 PUA 自己了。又给皇后表忠心，说臣妾能有今日，都是皇后娘娘恩赐，臣妾没齿不忘。可见皇后没少给安令荣洗脑，没少灌输感恩之类的话术，也没少强调安令荣卑微这个事实。接着就是皇后著名的我都是为你好经典话术，不是她不想让安令荣有孩子，而是有孩子会让人夺了恩宠。末了还画个大饼，说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。在此总结一下皇后的 PUA 手段，不断暗示你的卑微，美化压榨自己的行为，要求你感恩。画大饼，安令荣是如何应对的？即便明白没有子嗣就没有前程，也全面认同，全盘接受。安令荣的结局如何？短暂的风光之后，就是受人摆布，这条命，这口气，从来由不得他自己。而安令荣给我们的启示有2点：一，正视自己的价值，要明白老板录用你，就是看重你的价值，他精着呢，你真不必要妄自菲薄。职场就是干活拿钱，你用专业创造价值，老板付给你等价的工资，无需感恩戴德。就比如皇后成全安令荣，但安令荣也给他干活了不是。2，接受自己的局限，别较劲。安令荣步步走入皇后的算计中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不接受自己的局限，总想着和甄嬛较劲，总想超越甄嬛。就像我之前也被老板 PUA， 明明可以早脱身，可偏要较劲，偏要证明自己行。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消耗中，自己也身心俱疲。如今想来，太不值得了。第二，皇后 vs 齐妃。齐妃是最听话也是最忠心的员工，却也是被皇后 PUA 的最狠的员工。第52集皇后逼死了齐妃，还抢了她的儿子。正是这段剧情，让我见识到了 PUA 的可怕。皇后先是捏住齐妃的软肋，儿子，后借叶澜依得宠之事，给齐妃制造焦虑。齐妃一听就急了，皇后就暗示她说，如果叶澜依不能生就好了。接着又搬出夹竹桃事件威胁她。齐妃其实很不情愿，不过糊涂又胆小的她，为了儿子还是听话照做了。很快，皇上就知道了这件事，并点名要审问她。在皇后的运作下，皇上并没有亲自审问，因为皇后也知道，以齐妃的心理素质，肯定会供出她。最重要的是顾及三皇子的面子，皇上也不会让齐妃死。接着就是皇后和齐妃的对话，这场教科书级别的职场 PUA， 逼死了齐妃。皇后先是搬出皇上吓唬齐妃，说皇上也不糊涂。齐妃说我是执行你的命令啊，可皇后却不认账，反咬一口说主意是你拿的，人是你害的，和我没关系。之后就是各种人身攻击，人格侮辱，说齐妃不中用，蠢钝愚笨，没能力保护儿子，没有我，你儿子都不能长大成人。三皇子一直是齐妃的软肋和执念，皇后拿三皇子说事儿，暗示齐妃的三皇子没前途，就是因为他无能，他蠢。然后齐妃的自信彻底瓦解，
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额娘。不得不说，皇后真是杀人诛心啊！相比紫禁城的人精，齐妃不聪明，但是她真的那么没用，那么一无是处吗？显然不是的，但她被皇后带了节奏，处于绝望的情绪中，根本想不到这点。皇后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，继续拿三皇子说事儿，反复给齐妃强化你蠢，你无能这个概念，接着就暗示齐妃自行了断。临了还不忘恐吓齐妃，继续精准打压，说皇上不待见你，太后呢也不会相信你。于是服侍皇上21年，育有皇子成年的齐妃，成功被皇后 PUA， 绝望自杀了。皇上说他糊涂至此，他可不就是糊涂，认知被局限在那，以至于完全忽略掉了自己最大的优势。只要有三皇子，皇上就一定会顾及他的感受的。他有罪，但罪不至死啊。接着总结下皇后的 PUA 手段，安排不合理的工作内容，事后矢口否认，推卸责任，不停地打击你，否定你，不断给你强化你不行，你没用的念头，捏住你的软肋，威胁恐吓。其实齐妃有机会破局的。最开始皇后让她陷害叶澜依的时候，她是可以拒绝的。夹竹桃事件是齐妃的污点，可是甄嬛不想追究，她怕什么呀？而且皇后根本不敢去举报她，毕竟她也做了很多亏心事。东窗事发了，齐妃其实也有机会破局的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豁出去了，和皇上坦白，求太后庇护都可以。皇上和太后一定会顾及三皇子的。而齐妃事件一样告诉我们：一、什么是真正的批评？批评不等于人身攻击和精神打压，真正的批评一定是就事论事，而且带有正向反馈。当你怎么努力都得不到对方的认可，不是你不好，而是对方的蓄意操控。二、如何正确认识自己，知道自己的局限性，也不要让自己的欲望大于本事，否则很容易被人拿捏。再就是肯定自己，多发现自己的优点，盘点下自己的优势，并在这个过程中给自己力量。第三，皇后 vs 清英，在遭受 PUA 时，清英是唯一一个直接拒绝皇后且和皇后正面硬刚的员工。皇后也没把清英怎么样，反倒是因祸得福了。清英第一次出现是在和三皇子的相亲局上，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皇后操办的政治相亲。皇后给清英下达的目标就是促成这桩婚事，作为名门贵族的嫡女，又是皇后的外甥女，皇后肯定许诺她福晋的名分。可三皇子把对皇后的不满统统发泄给了清英，对她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。不仅如此，三皇子还和皇上说不想选福晋，而且皇上还同意了。皇后没有捕捉到这点，让清英自降身价，当个侍妾去伺候三皇子，还让简秋去劝清英，说先不顾及名分，以后再升职加薪也行啊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段话我笑了，这像不像你老板给你画大饼的话术？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下次升职加薪一定有你。清英没惯着这主仆俩，当面刚，对面喷，说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，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，姑母当真是心疼我。说明这小姑娘其实很拎得清，不好摆弄，毕竟10000个美好的未来也比不上一个实际的现在，且一眼就能看出皇后根本没把她当回事儿。简秋继续洗脑，说要把眼光放长远，要有格局和境界。清英一听这话更气了，怼了简秋一通后甩脸子就走了。真觉得清英太飒了，太有范了，对抗职场 PUA 的经典操作啊！我格局和境界是不够高，但不代表我是傻子啊。而皇后呢，更搞笑，竟扯出做别人的侧福晋还不如做三皇子的侍妾的经典语录，成功给甄嬛送去一个助攻。甄嬛嘴上说委屈，心里可是乐开花了，乌拉那拉乃是名门啊，娶了一个名门嫡女，四皇子这便宜占大了。总结下皇后的 PUA 手段，画大饼和利用，威胁恐吓，暗示对方离了他就没好下场。结果清英根本就不吃那套，四皇子登基之后直接被封为贤妃。而清英给我们的启示就是：一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，时刻维护自己的权益，对一切 PUA 说不。二、不要担心会被报复，首先他们没那么多的精力，
他们要用有限的时间去 PUA 别人，这样才能满足自身的优越感。皇后一共主导了3场 PUA， 员工应对方法不同，结局也不一样。顺从者如安令荣和齐妃，结果是死；逆反者如青樱，因祸得福，还得到了自己想要的。遭遇职场 PUA 的时候该怎么做，这回该知道了吧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